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近来轰动中国财经界的现象，银行自己跑去京东、阿里这类网络平台卖房子，这在过去简直难以想象。银行不是稳如泰山、掌握银根的大金主吗？怎么如今沦落到像房产中介一样，上网吆喝起特价卖房了？更夸张的是，四大国有银行都参与其中，似乎撑不住了。难道中国经济真的已经到了全面失控的地步？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要深入综合地探讨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异象，抽丝剥茧还原中国经济从高歌猛进到骤然失速的关键转折。先从这一幕罕见的奇景说起。在京东拍卖和阿里资产平台上，本应稳坐总部大楼的银行集体开设了不动产专场，挂出一批批待售房产。点进去一看，卖家赫然标着某某银行支行、某某农商行，一些标题还打出银行职工不计成本卖的大字招牌，房子单价常比市价便宜2至3成以上。有的平台甚至出现白菜价房源，起拍总价只要几万块人民币。试想，一套房子只卖几万元，这几乎比一些手机还便宜，难怪引发网友热议。然而，真正想捡便宜的人却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许多便宜房不是位置偏远，就是屋况不佳，有的租赁、欠费等问题一大堆，即便价钱腰斩也乏人问津。例如2025年11月，兰州农商银行在京东平台一次挂出了100多套住宅，折合单价每平米仅2000元左右，只有周边市价的一半，但围观者上千，出价者为0，最终全部流拍撤回。这样的景象可谓前所未见。银行卖房乍看像一则玩笑，但如今却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规模之大超乎想象。据不完全统计，国有4大行如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都已有数百到数千个房产标的挂网拍卖。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兴业、平安等也不落人后，地方银行更是主力。城商行、农信社系统的挂牌量惊人。举例说，兰州银行2024年直售房产1000多套，2025年激增到1800多套，吉林银行超过2000套，天津银行近1300套。农村信用社更夸张，广东农信系统卖房超过12000套，辽宁11000套，贵州9000多套，四川仅上半年就挂出了2.5万套。这些数字还没去除重复房源，但已经透露出一个趋势，银行手头积压了海量房产，正急着往外抛售。这波由银行掀起的卖房潮堪称史无前例。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银行哪来这么多房子卖？他们不是金融机构，怎么搞起房地产业存货了？其实这些房产大都是抵债资产。所谓抵债，就是借款人还不起钱，只好拿房子抵给银行。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下行，导致大量企业和个人断供，银行手上收回来的抵押房产越堆越多。分2类，一类是开发商欠银行贷款，没钱偿还，就用一批库存房来抵债，叫以房抵贷或公抵房。另一类是企业主或个人贷款，以房产做抵押，经营不善或收入断流无法还款，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如果流拍就判给银行所有。换言之，银行本不想当房东，却被迫接收了一堆烂摊子房子。正常情况下，银行对这些抵债房产的处置有几种途径，要么把债权打包卖给专业资产公司 AMC， 要么走司法拍卖程序卖掉抵押物。过去更多采用前者，打折卖给 AMC 换现金，但价格往往被砍3-4成，银行实际回收率可能只有5成多。后者则要经过法院拍卖，一拍底价是评估值的7成左右，如果一拍卖不掉，2拍再降至约5成6。不少房子在法拍阶段就已腰斩降价，仍然无人接手，最终法院裁定把房产过户给银行抵债。这时候房子正式变成银行名下资产，银行不得不自负其责，设法卖出。为什么最近银行亲自下场卖房的新闻闹得人尽皆知？因为以前银行接管抵债房产后多半低调处理，要么线下委托中介悄悄卖掉几套，要么在内部资产交易平台批量处置，规模小，范围窄，老百姓几乎感受不到。而现在量太大了，
仅靠传统渠道根本消化不了。数字化平台的成熟，让银行能低成本触达海量买家。于是各家银行索性把房源搬上网，在京东、阿里的公开平台集中拍卖。一来加快处置速度，二来省去中介费用，尽量多回点血。还有一层原因是时间压力。按照中国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银行拿到抵债的不动产必须2年内处置完毕，如果超期不卖掉，监管会在资本充足率计算时给这部分资产附加惩罚性权重。简单说，就是不仅压账，还影响银行自身安全。2年看似还算宽裕，但问题是目前很多3、4线城市的房子1、2年根本卖不出去，人口外流，接盘者寥寥，一些地方房地产几近冰封，银行手里捧着这些烫手山芋，日子一长，不但资产贬值，还要占用本就紧张的资本金。因此各家银行高层现在对抵债房产的策略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接，但很多时候没得选，债权变现无望，只能收下房子自求多福。所以银行现在是既焦虑又无奈，只好亲自下海充当卖房郎，在线甩卖，快速回笼资金。银行卖房卖得这么急，有没有引发什么连锁反应？首先在心理层面冲击很大，当前中国楼市正处于寻底阶段，交易惨淡，预期脆弱。这时候银行和国资机构集体抛售房产的消息传出，很多人会更担心，连银行都撑不住了，房价还得跌，哪怕实际数量不算市场主流，恐慌情绪可能被放大。正因此，有专家呼吁暂缓这类集中卖房行为，避免形成踩踏效应，建议改由地方政府收储这些房子，或通过 REITs 等方式慢慢化解。换句话说，就是希望用更隐蔽的方式处理，不要在市面上明码标价，大甩卖，砸了行情。可对银行来说，现在每拖一天，资产就继续贬值，资本压力继续增加，他们也很难挺得住。有分析认为，未来如果房市持续低迷，银行端供房量还可能进一步上升，这就像一个两难困局，卖可能吓坏市场，不卖自己更难受。而事实上，即便银行使劲卖，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操作不便，真能成功处置的比例也有限许多。低价房挂着挂着就流拍了，银行回不了款，房子还攥在手里。因此楼市的疲软和银行的困境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要理解银行为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得把镜头拉远一点，看整个中国房地产和经济过去20多年的发展。这其实是一场大潮的退却，退潮时才知道谁没穿泳裤。银行如今抛售房产，不正是因为潮水退去，泡沫破裂，露出了坏账这片狼藉沙滩吗？回顾中国楼市的崛起，要从上世纪末说起。1998年，中国开始住房商品化改革，停止单位分房，老百姓得自己买房子住，这相当于打开了房地产市场的大门，一时间刚需释放，需求暴涨。随后200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城市化加速，房地产成为最火热的行业，地方政府靠卖地过日子，开发商高杠杆拿地盖楼，银行疯狂放贷支持，一个铁三角模式形成，土地、财政、信贷环环相扣，推动城市高楼平地起，也埋下负债累累的种子。在那黄金时代，中国楼市有2个重要特点：价格只涨不跌和房子供不应求。每个人都笃信买房是最稳赚不赔的投资，早买早升值，多买多收益，房价年年上扬，涨幅动辄2位数。当时流行一句话，今天的地板价，明天的天花板，说的就是房价节节高。现在看来，贵以后只会更贵。需求方面，一方面农村人涌入城市需要住房，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也开始改善换房，再加上投资客炒房，市场永远一房难求的样子。即便偶尔政府调控压一压，也只是小幅降温，过不了多久又继续上涨。银行在这轮盛宴中赚得盆满钵满，贷款给开发商收利息，贷款给买房人也收利息，而房价上升使得抵押品越来越值钱，银行觉得风险极低。那时候银行眼中的房贷几乎等同于零风险资产，巴不得多放点。然而早在那时就有泡沫的阴影潜伏。鬼城的故事大家或许听过，有些3、4线城市新区楼建了一大片，晚上看过去灯光暗淡，
住户寥寥，投资热钱把房子买来囤着，不住人，城市空置率节节攀高。据一些统计，中国城镇住房总面积足够10几亿人居住，但很多房子空着没人住。民间甚至戏称中国人均3套房，1套自住，1套炒股，还有1套在乡下老家。虽是玩笑，却反映住房资源错配严重。到2010年前后，有经济学家已经警告，中国房地产存在巨大泡沫，价格脱离收入太远，迟早要出事。但当时每逢房市稍有回调，政府往往出手刺激来稳增长。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祭出4万亿刺激方案，大搞基建，也间接推高了楼市。2014年经济下行，又放松信贷，去库存，鼓励买房，使房价在2015至16年迎来又一轮暴涨。这种吹一吹又起来的调控方式，其实助长了市场的预期依赖，大家更加笃信政府不会让房价大跌，逢跌必救成了默契。2016年前后，1线城市和部分热点2线城市房价出现疯狂上涨，深圳、上海涨幅惊人。一些普通白领发现，辛苦工作几年，赚的钱还不如房子一天涨得多。社会上开始出现仇富和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咬牙背上巨额房贷成了房奴，年轻人感叹再不买就永远买不起。这一年年底，高层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试图给楼市降温，并收紧各种限购限贷。然而调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销量下降，地方财政卖地收入也下滑，经济增速马上有压力，怎么办？只能骑虎难下。事实上，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房地产对当地财政和 GDP 的贡献率早已超过一半，已经不是支柱，而是顶梁柱。你想降低对它的依赖，可现实是，不是房地产离不开经济，而是经济离不开房地产。结果就是一边打压投机，一边又不敢真让房价雪崩。中国楼市就这样在矛盾中前行，开发商们则在高杠杆路上越走越远。为了拿地扩张，他们疯狂借债，推出首付1成、先买先赚等营销，引诱更多人上车。高峰时，很多开发商资产负债率超过 80%， 手握几百上千个项目，像滚雪球一般周转，只要销售不停，房价上涨，游戏就能持续。但一旦某环节断裂，雪球可能瞬间崩解。这种高债高速模式在2020年迎来转折点。中国政府祭出了著名的3条红线政策，严控房企新增借贷，要求降负债。这相当于突然给狂奔的开发商踩了一脚急刹车。他们过去靠借新还旧，拆东补西，如今融资渠道被掐，资金链很快紧绷。屋漏偏逢连夜雨，3条红线刚推出时，正是疫情冲击之后。一开始，中国房市在2020年下半年出现过报复性反弹，因为疫情受控后积压需求释放，大城市房价又涨了一波。但到了2021年，紧信用的效应显现，开发商融不到钱，新项目停滞，现金流承压。终于在2021年下半年，巨无霸房企恒大集团爆出了流动性危机。这家公司负债高达2兆多元，牵连上下游无数人，被称为灰犀牛事件。恒大未能按时偿还债务，项目停工，业主维权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政府最终没有全面救助恒大，而是让他债务重组，这也标志着中国房地产不可违约的神话被打破。紧接着，花样年、阳光城、融创、碧桂园等知名开发商也相继出现债务危机或违约，整个行业陷入寒冬，房企崩盘，直接后果是烂尾楼遍地，许多购房者付了首付甚至贷款买房，却等不来交房，工地因开发商资金断裂而停工。2022年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停贷潮出现，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业主联合宣布，如果楼盘不复工，就停止偿还房贷。这是对银行的巨大冲击，因为原本稳定的按揭贷款也面临断供风险。当年网上流传一句话，如果烂尾得不到解决，那就让银行来烂尾。虽然官方迅速维稳，承诺保交楼，地方政府设立纾困基金想办法续建，但购房者的信心已经重创，买房不一定能拿到房，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现在却活生生发生了。
银行虽然暂时没有大规模房贷违约，因为停贷业主毕竟是少数，但对前景不再乐观。以前觉得房贷最安全，现在发现原来也会出问题。随着开发商暴雷和预售制的信用破产，全民对房地产的预期发生了逆转。曾经一窝蜂疯抢的房子突然变得门可罗雀。2022年至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双双大跌，开发投资也直线下滑，许多城市新开工几乎停滞。房价方面，官方数据显示，二手房价格缓慢下跌，但民间感受更强烈，尤其在供过于求的中小城市，溢价空间极大，降价售楼屡见不鲜。刚需购房者普遍抱着观望态度，买涨不买跌，心理使然，大家宁愿等一等，看是否还会更便宜。结果成交量越来越低，房东降价也卖不掉。到2023年，中国许多地方的楼市几乎陷入冰封状态，只有个别一线城市尚有些活力。新房卖不动，开发商资金更紧，恶性循环下，房地产投资下滑，对整体经济造成巨大拖累。要知道，广义地算，包括房地产相关行业、钢铁、水泥、家电、家具等在内，过去房地产对 GDP 的贡献率曾高达30%左右。一旦它熄火，全国经济增速也直线放缓。这股寒气也吹到了银行业的骨头里。首先是开发商贷款大面积变成坏账，那些曾经的房地产百强企业说倒就倒，留下一堆未完工烂尾楼和天量债务。银行成了最大的债主之一，只能通过诉讼把一些抵押土地、在建工程收回来。但烂尾项目接手也麻烦，续建要砸钱，卖又一时半会儿卖不掉，干脆就搁那儿，变成银行报表上沉睡的资产。其次是个人住房贷款的隐患逐渐浮现。虽然中国居民买房首付比例一向不低，普遍30%起，表面看银行有足够安全垫，可架不住房价连跌2-3年。不少按揭贷款也出现资不抵债，房子的市值跌破尚未偿清的贷款额，尤其是在那些经济不景气、人口流出的城市，一套房可能跌去3-4成，让借款人觉得还贷毫无意义。再加上疫情后经济不振，不少家庭收入减少，还贷压力骤增，中产阶级开始返贫，断供的案例增多，银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良贷款率开始攀升。虽然截至2025年第3季官方数字只有 1.52%， 但已较之前上升，而且不良余额高达 3.5 万亿元。更大的隐忧在于，许多潜在坏账尚未暴露，银行为了财报好看，会展期、重组贷款，不到逼不得已不计入不良，因此真实风险其实比表面数据要高。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银行被迫掀起了甩包袱行动，加速处置抵债房产，把账面上高风险、低流动的资产变成现金。这样做有几重好处：一是回笼资金，加强流动性，避免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二是优化资产质量指标，处置掉不良后，不良贷款率下降，资本充足率上升，看起来更加稳健。简而言之，就是自救。别看宇宙行，四大行们貌似家大业大，实则也不好过。近年经济低迷，银行的生意难做，好的贷款客户找不到，反而要不停帮政府纾困、降息让利。而负债端，老百姓存款意愿还特强，存款利率一降再降，大量资金趴在银行账上，却无法高效放贷创收。甚至有一段时间，银行出现存款搬家现象，储户嫌利率低，把钱转去买国债、买理财，或者直接润出国。2023年开始，有传闻说国内出现定存退场潮，很多人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不愿意锁死资金。银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资金压力与信心压力。在这种节骨眼上，银行当然明白房地产问题不解决，一切免谈，于是把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升级。以前主要是打包卖给 AMC， 现在自行上阵卖优质抵押物，提高回收率。据测算，通过直售模式，银行抵债房最终能收回接近原欠款7至8成的金额，比卖给 AMC 提升2-3成。当然，这只针对那些相对好处理的房产，比如市区的住宅、商铺、办公楼等。一些棘手的烂尾烂账，银行依然会打包低价处理。
毕竟隔行如隔山，专业的事还得交给专业机构。未来的趋势可能是标准化资产直售为主，批量复杂资产转让为辅的双轨格局。也就是说，好房子银行自己卖，烂摊子交给别人接。但是让我们清醒地认识一点，银行卖房自救，治标难治本。它虽然暂时帮助银行缓压，却无法从根源上恢复经济的动力。房地产泡沫暴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财政到金融，从企业到家庭，都在经历阵痛。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浮出水面，压力山大。在楼市繁荣时，地方靠卖地赚大钱，把未来收入提前变现搞建设。一些欠发达省份为了弯道超车，大举债上项目，修高速公路、高铁，造新城。短短10年基础设施追上了沿海发达省份，贵州就是典型例子。一个昔日穷省，这些年高楼林立，处处高架桥，令人惊艳。然而钱从哪儿来？都是借的。超前负债造就了表面繁荣，也埋下如今偿债无门的苦果。2023年，贵州省政府罕见地公开承认，债务化解工作靠自身能力已无法解决，请求中央支援。截至2022年底，贵州政府债务余额 1.25 万亿元，负债率约 62%。如果加上城投公司的隐性债务，实际债务率高达 500% 以上。也就是说，全省一年财政收入的5倍都不够还债利息。而贵州并非孤立，全国多地如青海、吉林、云南等负债率甚至更高。这些年地方政府靠发债度日，如今举债空间几近耗尽，偿债高峰却接踵而至。2023年地方债需还本付息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土地卖不动，税收又因房地产下行减少，只能不断借新还旧，或者直接像贵州那样摊牌求救。中央政府今年破天荒批了一笔特别再融资债额度给地方，用于置换旧债，同时提高财政赤字率，希望暂时稳住局面。可这毕竟是左手倒右手，饮鸩止渴。地方债危机其实和房地产是一根绳上的2只蚂蚱，土地财政玩不转了，债务黑洞就藏不住。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变卖资产自救，比如前面提到的地方国企集中挂牌出售房产，就是为了变现充实财力。连有宇宙第一大行之称的工商银行都曾被传出卖总行大楼某些楼层来回笼资金。虽然事后澄清是正常资产处置，种种迹象表明资金链紧张的何止企业和百姓，就连政府和银行系统内部也在紧缩过冬。其次，居民部门的日子也不好过。过去20年，中国居民负债率飙升，其中房贷占了大头。房价上天时，大家还有财富幻觉，觉得虽然背了一身债，但房子升值更多，净资产正增加。然而如今房价普跌，很多中产发现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蒸发了。尤其那些接最后一棒高位入市的年轻家庭，可能刚买房就跌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份统计显示，全球房价最高的10大城市有5个在中国，而收入增长却趋缓甚至停滞。这意味着本就沉重的房贷负担变得难以承受。有调查指出，不少城市平均房贷支出占家庭月收入比例超过 50%， 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合理线，通常不超过收入1/3。换句话说，许多中国家庭几乎把半条命都拴在房贷上，每月供楼像是割肉。在经济繁荣时，大伙尚能咬牙支撑，但这2年裁员减薪频繁，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官方一度公布城镇青年失业率超 21%， 后来干脆不发了。很多家庭收入不稳，还贷开始吃力，一部分人不得不选择断供，把钥匙丢给银行，你爱收走就收走，自己宁愿租房过日子，至少不会月月掏空积蓄。还有一些曾经跻身中产的人，如今信用卡刷爆，存款耗尽，不得不缩衣节食，甚至重新回去挤廉租房，送外卖谋生。所谓返贫，在现实中真切发生。社交媒体上流传许多感叹，10年打拼，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绝非夸张。在房地产下行与疫情冲击的双重夹击下，不少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居民紧日子一过，整个消费市场也跟着降温。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唱主角，消费相对疲弱，
近年当局试图转向以内循环为主，希望老百姓多花钱拉动经济，然而结果并不理想，连续几年消费增速低迷。尽管疫情结束后2023年初有过一波补偿性消费，但很快回归疲软，民众的钱袋子被房贷、医疗、教育等3座大山压着，没多少闲钱去购物享乐。特别是住房相关消费如家装、家电，更是随楼市下滑而大幅缩水，因为没人买新房，就没人添置这些。有统计称，房地产疲软拖累城镇居民消费信心显著下降，再加上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加剧，长期而言，消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速扩张，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只剩下庞大的存量债务挂在那里，好像一台引擎坏掉的大船，载着几十年高速发展积累的问题，正飘向迷雾。面对当前经济困境，很多人开始追问谁要负责，有人将矛头指向近年来的宏观政策失误，比如对房地产3条红线被批评为急刹车过猛，没有考虑市场承受能力，一刀切造成连锁崩盘。还有人质疑，当局过去几年在别的领域也频出重手，从互联网科技到补教行业，一系列严厉监管整顿，重创企业信心。再有2020至2022年的严厉清零防疫，让民营经济元气大伤，财政透支，更错失了调控房地产的最佳窗口期。待到疫情松绑，才发现内需凋敝，通缩压力抬头。2023年以来，政府虽密集出台稳经济措施，包括降息、减税、宽松信贷、放松限购、限贷等等，但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信心比黄金更珍贵。一旦老百姓和企业不信任未来，预期转弱，再好的政策也难见效。过去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建立在一种隐含信任契约上，民众相信努力就有回报，资产会不断升值，企业相信只要跟着政策走就有肉吃，地方相信中央会兜底。但现在房子不涨反跌，工作不好找，中产阶层觉得向上流动的通道在变窄。有句网络流行语形容当前年轻人的状态：躺平。既然奋斗也看不到希望，不如降低欲望，得过且过。还有更激烈的心态叫润学，意思是逃离有条件的移民海外，没条件的也想方设法把资产转移出去。这些都反映对体制和前景缺乏信心。深入剖析，更根本的问题或许在于整个发展模式的失灵。中国过去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资、高负债堆积出来的，不论是地方政府靠债务拉动基建、城镇化，还是居民靠举债推高房地产，都属于透支未来的增长。当然，在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年代，这套模式奏效了， GDP 年年高增，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也改善提升。但当这些红利消退，继续硬冲只会撞墙。如今中国正面临3重拐点，人口首现负增长且老化严重，意味着劳动力和消费潜力趋减，城镇化率已逼近 70%， 容易开发的空间不多了。房地产不可能再当火车头，外部环境变差，中美博弈，产业链外移，使出口难以维持高速增长，旧引擎熄火了，新的引擎却迟迟未启动。官方提出转型升级，比如发展高科技产业、扩大内需、共同富裕等等，但短期内难见效。与此同时，过去旧模式遗留下的债务雷区一个个炸开，银行卖房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有无数企业债、地方债、隐性债像雪球般滚着。更要命的是，这些年来体制上的一些弊端其实加剧了问题的积累，比如财政体制下地方逐债竞赛，没有民主监督的环境里，官员更倾向形象工程、短期政绩。贵州独山那种县，一年财政收入10亿，却敢负债400亿，打造政绩工程的荒诞事，就在体制庇荫下发生。再比如金融体系由官方主导，大银行、大资本更愿意贷给政府项目和地产这类隐性担保的领域，导致资源错配严重，民营中小企业反而融资难，产业升级受阻。当前的经济困境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体制与模式积累矛盾的一次总爆发。那么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全面失控了呢？一方面看起来乱象丛生，
楼市遇冷，银行卖房，自媒体天天唱衰，甚至传出各种极端说法，如经济已崩溃，大萧条将临。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中国仍有不少家底和工具可以动用。中央政府债务率不高，显性债务占 GDP 比例远低于很多西方国家，还能通过财政扩张来救市，国有银行体系资本充足，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相对较小。必要时，政府可以强力干预，重组坏账，保住大局稳定。此外，中国还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一定韧性，所以倒不至于短期内经济崩盘，一地鸡毛。更可能的情形是进入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调整期，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泡沫破灭后经济长期低迷，被称为失落的20年。中国会走向类似的慢性通缩停滞局面吗？不少专家认为风险正在增大。现在消费物价指数反复在0附近徘徊，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制造业投资意愿弱，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可能已掉入一种流动性陷阱，钱很多，但大家不敢花，不愿投，只想偿债存钱。更悲观的人则提出，失控不仅指经济数据上的低迷，更指政策和治理的失灵。当前中国当局面临一种执政两难，为了长远健康发展，需要改革，需要打破利益固化，比如让房地产泡沫刺破，就是出于长远考虑，但短期的阵痛又威胁社会稳定。一旦失业潮、破产潮演变为大规模民怨，执政基础将动摇，所以就出现某些左右摇摆的现象，一会儿强调房住不炒，一会儿地方又偷偷松绑限购，一方面喊着去杠杆，一方面银行信贷又暗中加码给国企和基建，政策效果被相互抵消，经济陷入进退失据的局面。有人将矛头指向最高层的决策失误和体制刚愎，认为集权体制下缺乏纠错机制，只要最高领导一意孤行，全国买单。比如习近平近年来推动的一些路线，被网民戏称为总加速师，在加速帝国衰亡言外之意，他的很多做法在加速矛盾激化，使经济问题恶化。这种观点虽偏激，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人对体制的不满与悲观。当然，也有较正面的解读，经济走到今天，或许正是倒逼改革的契机，大破才能大立。正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也曾陷入危局，最后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一片新天地。这次房地产神话破灭，迫使中国经济向更加多元、可持续的方向转型。比如，把过去过度集中的资源从楼市引导到实体产业和科技创新上去，推进更多领域的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后顾之忧，让内需真正启动等等。可以想象，如果中国能痛定思痛进行深层改革，也许未来还有重获活力的一天。但这条路谈何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格局，要改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眼下中国官方的态度似乎是尽力维稳，不让危机全面失控，同时放风，房地产仍是国民经济支柱，鼓励刚需和改善需求入场托底。最近几个月，一些大城市二手房成交回暖迹象，主要因为价格跌到有吸引力了，也让决策者觉得房市有望软着陆而非硬着陆。银行卖房这件事，在官方话语中被淡化成正常不良处置手段，强调整体规模不大，对市场影响有限。毕竟银行自己也表明，这只是年底盘活资产、降低不良率的常规操作，不是在卖主业求生。从金融安全看，中国银行体系确实以国有为主，储蓄率高，不像西方那样容易挤兑倒闭，这给应对危机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但时间拖得越久，社会成本越高。我们已看到，这场楼市和债务的风暴正在改变很多普通人的命运。有的人财富缩水，梦想破灭；有的人失业转行，生活水准倒退；还有年轻一代在房价与现实的落差中选择不婚不育、不买房，以躺平对抗内卷。长此以往，中国社会的人口和创造力前景令人担忧。不生孩子不买房，等于未来没有新劳动力，没有持续的消费群体，经济将更加难以为继。可以说，这场经济失速
不仅是钱包的紧缩，更是信心的衰减和社会的疲劳。讲到这里，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银行上网卖房，4大行业顶不住，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完全失控？我想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它更像是一个警钟，提醒我们一个时代的结束和转折的到来。曾经高速增长、神话不断的中国经济，如今正在经历脆弱性集中暴露的时刻。说失控，或许还不到全面崩溃的地步，但驾驭难度空前提高，各种矛盾像汹涌暗流，随时可能冲击表面的稳定。我们看到掌舵者们在努力稳住大局，但也看到传统手段的效力在减弱。或许正如一句话所说，危机、危险中有机会，只有彻底意识到旧路走不通了，才会下决心换一条路。希望中国决策者能以此为鉴，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给市场和民众更大的信心和自由度，释放新的发展潜能。如果能在阵痛后浴火重生，那这场危机反而会成为转机。当然，对普通人而言，没有那么宏大的能力去左右走向，我们能做的是务实面对。曾经国人相信买房致富的神话，如今梦醒时分，财富增值的路子要重新思考。曾经以为银行铁板一块，如今也要观察银行理财和存款的风险，适当分散资产。过去流行奋斗鸡汤，现在或许懂得适时躺平保存实力，才有机会等待下一次风雨过后的彩虹。历史的游戏从不结束，只是角色和规则在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正见证中国经济从峰顶滑落至谷底的过程，也许痛苦，也许无奈，但这就是现实。我们唯有在现实中寻找出路。最后，用一句略带调侃的话作结：银行卖房，天下大乱。不，这不过是大戏高潮前的一幕，真正的结局还未落幕。我们拭目以待，看那位始终隐身幕后的操盘手，无论你叫他市场也好，政策也罢，究竟会如何为这场史诗级经济浪潮收场。而我们每个人只能握紧自己的小船，在巨浪中学会自保与调试。或许正如有些网友戏言，当未来不确定时，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但愿寒冬之后，春天终会再临。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处在最黑暗的黎明前夜吗？我们只能带着希望静候天光。